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枯江重郎名医所著的《尿液决定寿命》这本书。我们马上进入正题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绝对不能忽视。如果您半夜上厕所的次数超过某个程度，可能暗示严重疾病。第二，够显著改善尿频、夜间尿频和尿失禁的神奇食物。第三，每天只需3分钟，就能改善夜尿和尿失禁的神奇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绝对不能忽视。如果您半夜上厕所的次数超过某个程度，可能暗示严重疾病。正在观看本视频的您，是否发现最近夜间起床上厕所的次数增多，或者白天也频繁想上厕所？或许您会觉得只是年龄增长导致的正常现象，所以选择无视。但作者强调，这种症状可能不仅仅是老化的表现，而是隐藏的重大疾病信号，绝对不能忽视。什么是频尿和夜间频尿？夜间起床上厕所1次以上，夜间频尿；白天上厕所次数超过8次，频尿。这些症状不仅仅带来生活上的不便，它们可能与高血压、动脉硬化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有深刻关联。为什么频尿和重大疾病有关？一、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影响。高血压会对心脏施加巨大压力，加速动脉硬化。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梗塞、心肌梗塞风险大幅增加。二、糖尿病的影响。糖尿病会导致视网膜病变、神经损伤、慢性肾病等严重并发症。血糖过高会让血液中的糖分增加，造成尿量增多，进而导致频尿。膀胱和肾脏的老化，意味着全身血管健康出了问题。正常情况下，尿液由肾脏过滤后储存在膀胱，当膀胱充满时，会产生尿意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肾脏功能下降，膀胱的弹性减弱，导致尿液储存能力变差，导致频尿。血管老化、动脉硬化会减少膀胱供血，使其变硬，就像旧橡胶失去弹性一样。肾脏的过滤功能也因血管堵塞而下降，进一步加重问题。调查显示，40岁以上的男女中，大约4500万人有夜间频尿的问题，3成40至70岁的男女经历过尿失禁问题，换算后约有2000万人受此困扰。很多人误以为尿频只是小问题，但事实上，它是身体健康的警报信号。如果忽视它，不采取行动，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健康风险。夜尿次数过多，竟然会影响寿命。瑞典的一项研究发现，每晚起夜3次以上的人，死亡率是起夜2次以下者的2倍。但真正致命的并不是夜尿本身，而是夜尿可能代表着隐藏的疾病风险。因此，如果您最近夜间起床上厕所的次数增加，千万不要忽视。夜间频尿可能暗示着隐藏的疾病，会缩短寿命。其背后涉及体内发生的2个主要问题：细胞的生锈和焦化。首先，我们来简要解释一下生锈是什么。我们的身体在产生能量的过程中会产生活性氧，如果这些活性氧没有被适当处理，细胞就会发生氧化，这就是所谓的生锈。细胞的氧化被认为是动脉硬化、心脏病、糖尿病、癌症等各种生活习惯病的主要原因。另一方面，焦化是当体内存在过多糖分时发生的现象。糖分与蛋白质结合后会生成一种叫做 AGEs 的老化物质，在体温的作用下，这些 AGEs 会导致细胞糖化。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煎饼加热后变焦的样子。当体内的生锈和焦化加剧时，细胞的新陈代谢和正常功能都会受损，最终导致患病风险增加。特别是夜间频尿与细胞的生锈密切相关。由于氧化应激作用，膀胱内一氧化氮的生成减少，导致膀胱变硬，而变硬的膀胱正是夜间频尿的主要原因。因此，夜间频尿实际上是身体在警告您，您的细胞正在加速氧化，而且很可能是生活习惯病的先兆。例如，在糖尿病患者身上，夜间不仅排尿次数增加，尿量也往往增多。此外，
这种状况在夜间发生时，还可能伴随口渴，导致半夜醒来。如果你已经出现这些症状，建议尽快咨询医生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数据显示，50岁以上的人，无论男女，大多数每晚起夜1次是正常现象。然而，如果每晚起夜2次、3次，甚至更多，就必须尽快检查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状况了。夜间频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肾功能下降。当肾脏无法正常浓缩尿液时，尿量增加，导致夜间频繁上厕所。慢性肾病或肾功能衰竭的患者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因此，想要改善夜间频尿，就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肾脏，帮助其恢复功能。那么，如何维护肾脏健康呢？答案很明确，防止肾脏生锈，即进行肾脏的抗衰老养护。肾脏的主要功能是过滤血液中的废物，重新吸收必要的营养素和矿物质，并排出不需要的酸性物质。这一过程消耗大量能量，同时也会产生活性氧。如果不能有效抑制活性氧，肾脏细胞就会受到损伤，最终导致动脉硬化和肾功能下降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肾功能下降往往在晚期才会出现明显症状，一旦开始出现异常，其恶化速度可能非常快，甚至在短短几年内发展成肾衰竭。为了预防这种情况，必须及早采取措施，保持肾脏健康。具体方法包括减少压力、适量运动、避免过量摄入热量等。肥胖会对肾脏造成极大的负担，因此体重管理至关重要。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，特别需要注意磷的过量摄取。磷是骨骼形成不可或缺的矿物质，但现代饮食中，由于摄入大量肉类、加工食品和碳酸饮料，磷的摄入量往往过多。过量的磷会导致血管钙化，加速动脉硬化和肾脏老化。此外，肾脏中存在一种名为克洛托的基因，它在促进磷排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，同时也与寿命和衰老密切相关。避免磷的过量摄入有助于保持肾脏健康。然而，富含快餐和加工食品的饮食可能会抑制克洛托基因的正常功能。为了防止肾脏老化，也就是避免其生锈，减少氧化压力并保持均衡饮食至关重要。多摄取新鲜蔬菜和水果，同时减少加工食品和碳酸饮料的摄入，可以有效减轻肾脏的负担。肾脏的主要功能是过滤血液并排出体内废物，因此保持其健康至关重要。要维持肾脏功能，需要尽早采取预防措施，并改善日常生活习惯。尿失禁往往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，但实际上，许多人都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，例如咳嗽、打喷嚏、大笑，甚至骑自行车时，都会发生少量尿液泄漏。这种情况被称为压力性尿失禁，尤其在40岁以上的女性中较为常见。女性之所以更容易出现尿失禁，主要与生理结构有关。与男性相比，女性的尿道括约肌较弱，尿道也较短，因此支撑力较差。此外，分娩或妇科手术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尿道括约肌的支撑能力，导致即使是轻微的负压增加，也容易引发尿漏。另外，随着年龄增长和多次分娩，盆底肌群逐渐衰弱，这些肌肉原本负责收紧尿道并控制排尿，一旦变得松弛，尿控能力就会下降。如果经历过多次分娩，支撑膀胱和尿道的筋膜也可能变弱，使膀胱变得不稳定，进一步增加尿失禁的风险。另一方面，有些人可能会突然感觉强烈的尿意，却来不及上厕所。这种情况被称为急迫性尿失禁。这种症状的主要原因是膀胱过度敏感，导致尿液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泄漏。急迫性尿失禁与年龄增长密切相关。统计数据显示，40岁以上人群中约有 12% 受此困扰，70岁以上则上升至约 20%。此外，神经系统障碍、泌尿道炎症等问题也可能导致此类尿失禁。在某些情况下，特定的刺激，
例如听到流水声、洗手，甚至闻到某些气味，都可能诱发尿意。这与条件反射有关，大脑会因此向膀胱发送收缩指令。还有一种尿失禁类型，即冲溢性尿失禁，即膀胱尿液过多，导致尿液不自觉溢出。这种情况在男性中较为常见，特别是患有前列腺肥大的人。前列腺肥大会压迫尿道，使尿液难以顺畅排出，最终导致膀胱过度充盈，尿液被迫溢出。这是一个特别常见于男性的症状，但女性也有可能发生。我们已经介绍了3种类型的尿失禁，无论你属于哪一种，都有解决方案。例如，对于轻度的负压性尿失禁，锻炼骨盆底肌群是有效的方法。如果症状较严重，手术可以改善这一状况。过去常见的网片植入手术已不再使用，取而代之的是激光治疗。激光治疗通过加热膀胱周围组织来改善症状，特点是对身体的负担较小。此外，对于急迫性尿失禁，药物治疗是有效的，通常使用减少膀胱过度敏感性的药物来缓解症状。另一方面，对于溢流性尿失禁，通常需要针对前列腺肥大进行治疗，可能包括药物治疗、超声波手术，或者在必要时进行手术切除肥大的部分。尿失禁是许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，不需要一个人独自烦恼。通过接受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，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法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我们将介绍能够显著改善尿频、夜间尿频和尿失禁的神奇食物。有助于改善尿频的饮食，在日常生活中摄入某些特定的食物，可以有效缓解排尿问题，帮助改善尿路健康。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精氨酸和瓜氨酸这2种成分。这2种氨基酸可以帮助促进体内一氧化氮的生成，增强膀胱的柔韧性，使其能够存储更多的尿液，并顺畅的排空。通过这种作用，可以改善排尿体验，并缓解您所面临的各种尿路问题。富含精氨酸的食物，海鲜类虾、扇贝、沙丁鱼、青鱼、比目鱼、三文鱼、鲍鱼等；肉类鸡胸肉、猪里脊肉、牛腿肉、羊肉、猪腿肉等，这些部位脂肪含量低，蛋白质含量高，尤其有益。种子类南瓜子、花生、芝麻、松子、杏仁、紫苏子、腰果、核桃、葵花籽等；豆类豆腐、大豆、纳豆、豆浆、豆渣、鹰嘴豆等。如果您希望进一步改善尿路健康，除了日常饮食，还可以考虑使用保健品或中草药。对于感兴趣的人，可以去中药房咨询，或者在就诊泌尿科时向医生请教。市面上有许多针对尿路健康的保健品，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产品。特别推荐南瓜子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葫芦南瓜子，它在缓解尿频、残尿感和膀胱过度活动症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。南瓜子的药用价值在欧美国家早已被广泛认可，现代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其对尿路健康的积极作用。尿路问题困扰着许多人，但找到适合自己的改善方法，可以显著提高生活质量。希望大家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只需要每天3分钟，夜间频尿和尿失禁就能消失的神奇习惯。我想向大家传达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。首先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些常见的错误习惯。当出现频繁上厕所或尿失禁等现象时，很多人会试图限制水分摄入。当然，大家可能会想，如果能减少上厕所的次数，不再有尿失禁，那就把水分摄入量减少不就行了吗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，但其实这是错误的。实际上，由于年龄增长导致的频尿和尿失禁，并非由于水分摄入量过多，而是膀胱功能的下降，所以限制水分摄入并不是有效的方法。作者指出，事实上，如果身体水分不足，可能会导致比频尿和尿失禁更严重的健康问题，例如血液循环不良，容易引发脑梗塞、心肌梗塞等缺血性疾病，
另外，水分不足导致排尿的机会减少，也意味着身体中的酸性物质和有害细菌无法及时排出，体液的 pH 平衡可能会失调，也更容易感染。因此，不要限制水分的摄入，应该每天摄取 1.5 到2升水分，包括味噌汤和汤等食物中的水分，不要无谓的减少水分摄入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一些方法。通过这些方法，您可以改善频尿和尿失禁的问题，正确的应对这些尿问题。实际上，频尿和尿失禁等尿道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膀胱肌肉失去弹性或衰弱。那么，既然如此，如果能够有效锻炼衰弱的膀胱肌肉，膀胱功能就会恢复，尿问题也能得到解决。虽然我们不能直接运动膀胱的肌肉，但通过运动下腹部，可以间接的拉伸膀胱的肌肉，增强膀胱的弹性，使膀胱能够更好的储存和排尿。作者指出，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逐渐恢复膀胱的正常功能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一些非常有效的训练方法，帮助您刺激膀胱的肌肉。第一个要介绍的是肛门运动。肛门是可以在坐着的时候进行运动的，例如，当您看电视时，可以收紧肛门，保持5秒钟，然后放松，重复10次。这种肛门运动通过间接拉伸膀胱的肌肉，能够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，并恢复膀胱的柔韧性。接下来，我想介绍第二个最强的尿道问题改善运动，那就是尿道运动。这个运动非常简单，就是在排尿时憋尿3到5秒钟。当忍住排尿时，容易引发膀胱炎，但在上厕所时忍住几秒钟排尿，是一种有效的尿活。即使只有几秒钟，膀胱的肌肉也会得到拉伸，从而帮助顺利排尿。接下来，我要介绍第三个最强的尿道问题改善运动，那就是深蹲。深蹲锻炼下半身，能够增强腿部和腰部的力量，同时也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尿道问题运动。深蹲对预防前列腺肥大也有帮助，但如果膝盖有疼痛，建议在不勉强的情况下进行，每天早晚各做10次，逐渐开始，持续做下去会帮助建立一个可以持续进行步行等运动的身体基础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第4个最强的尿道问题改善运动，那就是骨盆底肌肉锻炼。骨盆底肌肉锻炼是预防和改善尿失禁的有效方法之一，尤其对轻度负压性尿失禁非常有效。许多专家都推荐这种锻炼。下面我将介绍具体做法。首先，躺在地板或瑜伽垫上，确保背部不会弯曲，腰部与地面之间不要有空隙，保持这个姿势能够有效地激活骨盆底肌肉。接下来，弯曲双膝，脚掌贴地，放松身体，然后注意感受收紧肛门和尿道的感觉，开始用力收缩骨盆底肌肉。您可以想象收紧肛门或者暂时停止排尿的感觉，这样会更容易理解。在做这个动作时，要注意不要让大腿和臀部的肌肉过度用力，集中注意力在骨盆底肌肉上，保持其他肌肉放松，然后保持收紧的状态大约10秒钟。期间继续进行缓慢的深呼吸，不要憋气，因为这样会让肌肉产生不必要的紧张。保持自然的呼吸。刚开始做可能很难坚持10秒钟，可以先从5秒钟开始，逐步延长时间，然后慢慢放松肌肉，进行放松。这个收紧和放松的动作作为一组，完成一次锻炼。刚开始可以做5到10次，逐渐习惯后可以增加组数。此外，这个锻炼不仅可以在仰卧的姿势下进行，也可以在坐着或站立时进行，所以在办公桌前或者乘坐地铁时也可以进行，适合忙碌的日常生活，并能利用空闲时间进行锻炼。接下来，我想介绍第5个最强的尿道问题改善运动，那就是平板支撑。大家知道平板支撑这个运动吗？看起来简单的这个运动，实际上对增强核心肌群非常有效，特别是它能锻炼内在肌肉，对下腹部的肌肉也有很大刺激。此外，由于它对支撑膀胱的肌肉也起到关节性作用，
因此有助于预防和改善尿失禁。平板支撑的基本姿势非常简单，首先趴在地面上，肘部放在肩膀正下方，接着用脚趾和肘部支撑身体，此时身体要保持一条直线，注意不要让背部弯曲或臀部过高，视线自然地朝下看，保持脖部放松也是一个关键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目标是保持这个姿势大约30秒。如果觉得难以支撑脚趾，可以从膝盖支撑的膝撑平板支撑开始，这个便是同样可以有效刺激内在肌肉。平板支撑特别适合增强腹横肌等内在肌肉，这个肌肉不仅帮助保持体干的稳定性，还支撑下腹部和骨盆周围的肌肉。因此，平板支撑可以提高膀胱的支撑能力，产生关节性效果。同时，腹直肌、背肌、肩部和腿部的肌肉也会同时被激活，从而达到全身均衡锻炼的效果。当您对平板支撑逐渐习惯后，可以慢慢延长时间。当您能坚持1分钟、2分钟时，效果会更加显著。此外，通过举起一只手或抬起一只脚等便是动作，可以给肌肉带来新的刺激，从而锻炼到更深层的肌肉，这也有助于改善尿失禁问题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介绍了几种专门针对膀胱肌肉的特殊训练。如果您能逐步坚持下去，你会发现尿道问题逐渐改善，进而提升训练的动力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想告诉大家，那就是普通运动也能帮助解决尿道问题。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，因此在进行上述膀胱肌肉的特殊训练的同时，最好同时进行一些普通的运动，这样效果会更加显著。研究表明，参加老年人运动课程的人群，通过持续的全身运动，前列腺肥大、过度活动膀胱引起的尿残留、频尿、夜间频尿和尿急感等症状得到了明显减轻。参与者自己也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高。研究参与者约有800人，所有人都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每周1次、每次1.5小时的运动课程。课程内容包括健康操和柔韧操等轻量的全身运动，不需要特殊器械或激烈运动。尽管课程中还包括讲座，实际运动时间可能少于1.5小时，但依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。根据这一结果，全身运动不仅能改善尿路问题，还能有效预防尿路问题。此外，运动中尤其推荐的是步行。步行有许多健康益处，如预防和减轻肥胖、增强腿部和骨骼力量、提高心肺功能、减轻压力等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不仅能改善尿路问题和预防生活习惯病，还能预防因跌倒引起的骨折和长期卧床。要有效进行步行，姿势非常重要，不要随便走，要挺胸抬头，挥动手臂，大步走，保持适当的速度。进行快走，全身肌肉会协调工作，尤其要注意腹部内侧的大腰肌。通过有意识地锻炼这个肌肉，可以帮助膀胱的肌肉进行关节性拉伸，从而对尿液排放产生帮助。步行应该轻松开始，建议从每天15到30分钟开始，根据自己的节奏逐步进行，将这样的运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，不仅能有效预防和改善尿路问题，还能促进全身健康，实现一举两得。那么到这里，我们讨论了如何通过运动改善尿路问题。接下来我要传授一个保护肾脏和膀胱的黄金法则，来结束本视频。保护肾脏和膀胱的黄金法则就是保持血管年轻。我们的身体通过摄取食物，吸收营养并将其转化为能量，但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副产品活性氧。在年轻时，身体能高效地处理这些活性氧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处理能力会逐渐下降，这导致体内脂肪的氧化，产生加龄气味等问题。更严重的是，活性氧会使血管生锈，血管在全身逐渐老化时，特别会对肾脏造成重大影响。肾脏需要大量血管来过滤血液，如果这些血管被氧化并失去功能，
肾脏的整体功能将下降。同样，膀胱的血管老化也会导致肌肉变硬，从而降低膀胱储尿的能力，可能导致频尿、尿不尽、夜间频尿等问题。血管老化开始的年龄大致是男性42岁，女性52岁左右。如果出现这些现象，可能意味着血管老化已经加剧。为了抑制活性氧，保持血管年轻，减少氧化压力非常重要，避免积累压力并适当释放，同时避免暴饮暴食和快食，积极摄取蔬菜、水果、豆类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也是有效的，特别是富含多酚的食物，能够抑制活性氧的作用，因此非常推荐，比如蓝莓、花椰菜、春菊、橙子等。此外，绿茶和荞麦中的黄酮类物质也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，有助于保持血管健康。盐分和糖分的摄入量也需要注意，过量的盐分不仅会提高血压，还会增加活性氧的产生，给肾脏带来负担。如果再加上过多的糖分摄入，就会导致肥胖和内脏脂肪增加，从而提高肾脏癌的风险。这是一种最糟糕的组合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，帮助大家改善尿路健康，保持身体的活力和健康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